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想精想怪想去哪？上午打卡了在梅里达最后一个想去的地方——梅里达公共墓园。现在我就要离开梅里达，前往玛雅遗址乌斯马尔了。从梅里达去乌斯马尔，也是从阿黛尔历史中央区的这个车站买票坐车，但是乘坐的班次不是由阿黛尔公司运营，而是另一个本地巴士公司 Sul 运营。在阿黛尔的网站上也不会显示相关车次，所以需要自行来车站确认每天的发车时间。从梅里达到乌斯马尔的公交下来之后就是这里，然后回去就在对面坐车，然后现在就沿着他这边的指示往里走。从梅里达到乌斯马尔大概80几公里的距离，坐巴士过来需要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乌斯马尔这个景区和人声鼎沸的奇琴伊察比起来，确实是要安静了许多。这边进来买票也是要买2次，一次是门票，一次是税费，要在2个窗口依次买票。现在就正式的进入这个景区吧。和大名鼎鼎的奇琴伊察一样，乌斯马尔玛雅遗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在199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的评审组织认为，乌斯马尔遗址在设计、布局和装饰上体现了玛雅艺术与建筑的巅峰成就。没想到从入口进来才2-3分钟，翻过一个小山坡就看到了乌斯马尔的标志性建筑魔法师金字塔，还真是蛮震撼的。它和其他玛雅金字塔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椭圆的基底，从这个角度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乌斯马尔始建于公元700年左右，该遗址群的大多数建筑建于公元8至10世纪之间。在此期间，乌斯马尔从一个小聚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万多居民的政治和行政中心，成为当时尤卡坦半岛西部的一个强大城邦。公元10世纪后，乌斯马尔逐渐被玛雅人遗弃。好安静的景区啊，能听到一直不停的鸟叫的声音。乌斯马尔的这个玛雅遗址是所谓的普克风格。普克就是这边地区的名字，然后因为普克地区普遍是缺水的，所以和其他很多玛雅遗迹不一样的是，乌斯马尔的这个遗迹并没有 cenote， 也就是天然井。所谓普克在玛雅语中意为山丘，普克地区是平坦的尤卡坦半岛上唯一有山丘的地方。普克地区分布着许多玛雅遗址，除了最重要的乌斯马尔以外，还包括卡巴、萨伊尔、拉布纳等。这些遗址组成了考古学上著名的普克之路。现在来到了金字塔的背面，这里就能更好地体会到一些普克风格建筑的特点了。普克风格的建筑结构扎实简单，建筑下半部分的墙面往往平整朴素，但建筑上半部分则堆满了精密精细的石雕装饰。这些石雕装饰包括了繁复的几何纹样、抽象化的房屋、动物、神奇与人形图像。魔法师金字塔脚下的这个建筑呢，据说是原来乌斯马尔统治者居住的地方。现在慢慢走去跟魔法师金字塔相邻的另外一处主要建筑修女四方院。其实乌斯马尔的普克风格建筑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遥远的古代玛雅世界，在20世纪上半叶，它也曾深刻影响过现代建筑。随着玛雅遗址被不断发掘，20世纪初，美国开始出现一股被称为玛雅复兴式建筑的设计风潮，而乌斯马尔的普克式建筑正是这股风潮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在这股风潮中，
弗兰克莱特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师之一，他从乌斯马尔的普克风格建筑中汲取灵感，设计出许多带有鲜明玛雅元素的现代建筑，其中就包括1923年建成的日本第2代东京帝国饭店。而这股风潮来到日本之后，也悄悄影响了台湾。1930年代落成的劝业银行、台北、台南、高雄之店，都可以看作是玛雅复兴式建筑在台湾留下的痕迹。这就是修道四方院的全景了。为什么被命名为修道四方院呢？就是因为它隔出了很多个小的房间，然后让西方的探险家想起了修道院的格局，所以取了修道四方院这个名字。不过现在遗址里的这些房间也算回归自然了，变成了各种鸟类和蝙蝠的巢穴，所以门口有鸟类和蝙蝠出没的警告标识，现在也能不断地看到有鸟在飞进飞出。据考古学家推测，修女四方院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行政场所，国王和贵族在此集会，接受朝贡，传授知识，进行裁决和决策。现在离开了魔法师金字塔和修道四方院，现在要慢慢的走到乌斯马尔遗迹的另外一个片区，也就是大金字塔片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太好了，现在有一点点刮风，总算稍微凉快一点点。从四方院走下来，这里就是乌斯马尔原来的球场，但是这个球场的规模和奇琴伊察比起来，确实是小了不少。现在马上就要走到另外一个主要建筑总督宫，当然总督宫这个名字也是后来的西班牙征服者根据它的外形所取的。这里就是总督宫殿。总督宫是乌斯马尔遗迹最大的单一建筑，也被认作现存最典型的普克风格建筑。宫殿本身长近100米，宽12米，高8米，4个外立面都装饰着精美的镶嵌图案。这座建筑很有可能是当时统治者的宫殿与行政中心，所以总督宫这个名字虽然是后人所取，但从建筑规模和用途来看，这个名字在功能上也确实较为合理。这个宫殿上半部分的外墙真的就像是一条石头编织的地毯，真是了不起。我眼前的这个建筑叫乌龟屋，它就位于总督宫下面的这个平台。为什么叫乌龟屋呢？就是因为它屋檐上雕刻的这一串的乌龟，所以取名了乌龟屋。走完总督宫，我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主要的建筑物了，那就是我前面的大金字塔 The Great Pyramid。我正前方的现在这个建筑就是大金字塔。乌斯马尔的这些玛雅遗址呢，它就是建筑物之间隔的距离都比较的短，就比较集中，和科巴、奇琴伊察相对比起来就要紧凑得多。现在这个大金字塔好像也不能登顶了。大金字塔和大多数玛雅金字塔一样，也是用于祭祀神祇、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顶部呢也有神庙，不过可惜，既然上不去，就只能从它的脚下走过了。然后大金字塔旁边就是这边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建筑——鸽子之家。这个建筑乍一眼看过去，跟吴哥窟那边的建筑有一点点神似。
鸽子之家因其酷似鸟巢的外形而得名。这种独特的外立面造型在玛雅城邦中独一无二，也不同于乌斯马尔遗址中大多数建筑的普克风格。但是其具体功能和用途已无法考证。鸽子之家被推测是乌斯马尔遗址中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现在乌斯马尔的主要的建筑都已经打卡完成了，现在我就准备慢慢的往回走。